好听吗？好听就是好机轮，这声儿太爽了。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TMT 出品的这一款电影外传赛星形态的大黄蜂，非常漂亮的一辆车，拿起来也是分量十足，整体的滚动性能也很好，橡胶的轮胎轮毂这里有不错的涂装刻画，而且可以还原电影里边撒开车拐过来，翻开顶盖，伸出小炮，支援擎天柱，啾啾啾啾啾啾啾。而且炮口上也有不错的金属漆涂装处理。车型形态下，面板上边零件的分模线看起来还是挺碎的，但这样不得不说又会展现出来赛星形态的那种细节感。非常漂亮的车头灯大灯刻画，这里边是透明零件压入进去的。翻开前方的盖子，里边的涂装细节刻画也不错，而且这里的灯是可以发光的。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磁吸灯，锤头里边内置了一块强力磁铁，但尴尬的就是锤子可以一体变形收纳到身体里边。车型状态下，想要激发这个开关，又需要到这个锤子的磁铁，这个就很尴尬了呀。不过还好的是啊，这一回样板盒子里边还多带了一块磁铁。吸一下是蓝灯常亮，我这个灯泡的亮度还可以啊。再吸一下是呼吸灯。然后关闭。我在变形过程中发现啊，这个地方最后面板锁定的时候是一个维度锁扣，但这个扣子其实撑的意义不大，而且会非常阻碍变形，伴着很难受啊。跟厂商建议过，如果出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一块扣子削掉了它？还有就是轮子现在看起来会特别的窄啊，也是给他提了个建议，在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把轮子加宽？刹车灯这里啊，其实在电影里边有一个细节刻画，这里有两个红色甩出来两道亮光的感觉，但现在也能感觉到这儿是两个空窟窿啊。索性其实做两个透明零件，红色或者那种金属漆的零件，塞两个棍子进去，做两个点缀，效果应该会更好。车型基本上差不多，我们直接来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首先从车屁股这里开始拆这两个非常不顺畅的扣子，你这个地方绊着很难受啊，而且它不是直着进去的，它倾斜着，还是有一点角度的。而且后边的这块面板上已经挂了两个扣子，其实已经插得很紧了。在这个零件的下方边缘还有一个锁在这里，所以第三个维度这一块纯的干涉。从这个角度看是斜八字进去的，所以拆的时候和进的时候都特别的费劲儿。我们把这一片撩开，左右扣过来，背在这里备用。顺着后边的这块面板拆开这些地方连接在一起的插点，整体把这一块180度掀开。顶盖斜方向的这个坎拆开，折叠起来这一块的三角区叠下去。另外的这两个我们先稍微的折叠起来，后轮拆开里边的卡子，连接在根部的轴，翻折到前方。这一侧带有两个眼儿的零件翻开，车门打开里边的暗扣拉出来，然后整体的再往上翘，拆开这个地方的锁扣。180度折叠贴合过来，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上下两部分分开，两条胳膊和手是插在腿中间的，装甲中间的扣点掰松，两条腿中间的扣点掰松，齿轮关节下拖，锤子藏在裆部，揪出来它。腿部这一块的变形看似步骤挺多啊，其实还是蛮有逻辑的。首先我们把下方的这一块旋转180度贴上来，接着往开拆的时候揪开里边卡着的这个扣点，把这一条框子180度拧到前方去。在旋转过来的时候啊，膝盖这里有一个卡扣可以锁上，然后旋转180度把它折叠放开。注意膝盖和脚这个位置连接着一个暗处的锁钩，我们要把这个扣子拨开。
整体的脚板往外，再翻转180度，挪到这个方向，脚尖折平，脚后跟的地方从里边翻起这一块装甲，然后再把这个造型拧一个90度，左右这里各锁着一个锁扣啊，稍微的用一点韧性，把这一块撬开，另外的一边再撬松这个地方，整体的后脚跟旋转填上去。我们再次用这个地方把扣子锁上，脚丫子变形完毕。掏出来以后，这个腿就空了。我们把这一块先往下折叠，中间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所以支撑的稳定性没有太大的问题。把轮子180度翻到这儿，旋转180度，整体的夹进小腿里面去，让它作为小腿的核心。接着开始往上包这一片装甲。这一块在往上包的时候也是需要借助韧性的，好在是这个料子的厚度不错，而且韧性也可以。主要注意的是，它是靠两面往上夹的，这里有一个扣子要穿过这一块银色的零件，所以根据膝盖转动的这个，先掏过去腿肚子，再把这一块捏一下，掏过来，把这里往里扣。在包的过程中，注意银色零件和镂空的地方，这里嵌到位。下方这里的一个卡扣定位插上去，腿肚子后方这里的插扣，左右两片夹合定位插在一起。最后用这个边锁一下，把小腿后方包起来。于是这个小腿圆滚滚的造型就做完了，还很丰满，里边的层次内构也能透出来一些细节，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唯一难受的就是这个卡子在这里会绊到，而且厂商有跟我反馈一下，说要不要把这个扣子剪掉了。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第一个，它本身里边的这个零件是一个合金的，虽然跟这样刮过来以后会有一些蹭漆啊，但这个漆面如果说上一上光油的话，可能蹭漆的效果还好啊。另外就是这个扣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存在，千万不能剪它。如果剪了之后，光凭膝盖这个地方扣子的一个插合稳定程度是不足以支撑这条腿的稳定度的。你在摆造型活动的时候，这条腿容易炸散崩开。设计师在设计这一块结构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个 C 型扣子，跟这样包着套进去的，再用这些锁扣把它插死。其实料子的韧性非常好，断我觉得不存在，唯一可能就是人们觉得这块会蹭漆啊。我觉得一款变形玩具最后变形完成的稳定度和一体性，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非常不建议厂家剪这个扣子，主要在结构上，这里是一个关键的受力位置。那说话间，两条腿也就变好了，大黄蜂来个 G 形态。接着来看上半身，把这两个泡稍微的撬一撬，这里的扣子脱开，然后拆开前方的面板，把车灯的位置双关节折叠往前拉，这里的插扣进行一个运作扣合，夹在一起，缩一下胸，拢起来。轮子轴根部下方这里的插扣打松，把这一片零件往上翘。胳膊和外侧这块面板中间有一个插扣，打松，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片翻起来了。此时车头这一块解松，往下旋转，脑袋翻出，前方的扣子插上，这一片往起翘一点点，胳膊的一个走向完全腾开，我们从里边拉出来。背包的一个收纳方式，先把这个轮子旋转一点点，这一块翻平，让过来胳膊的位置，里边这里摊平，夹合扣子，打开里边这两片三角区，进行一个180度的翻卷，把车顶盖那么多的东西完全卷到肚子内侧去。哇，这个设计非常有想法，而且处理完的效果很好，背包一点都不累赘了。肩膀也腾开了空间，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卡点固定上。
肋下刚才穿过的2个三角区往里夹合，中间的扣子插住，让这里挂上，这样就相当于把背包整个的揪住了，里边的这一块也不会开，插的还是非常稳固的。翻到后背来，上下这里有一个咬钩和屁股卡上，背甲的装饰造型零件填平，胳膊变形，肩膀的装甲拼合在一起旋转180，小臂的装甲扭到正面旋转180，然后放下来，手扭正。最后我们来处理背包，把这2片先往内折，轮子这一片往上翻，然后左右稍微的扭一点，斜45度，让这个造型贴合在肩膀上，然后再180度旋转，转到一定范围的时候，把里边的这片零件打开。最后一步的结构，头顶的2个小触角立起来。可以说，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设计师在设计结构还是非常巧妙的。但一些卡扣啊，其实它做了各种各样的维度锁扣，让车型的一体性非常的好，以及最后小腿这一块包裹的时候，这一块的密度压缩，以及胸口的背板密度压缩，做的都是相当精彩的。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在变形手感方面，确实有一些地方因为维度太多了，导致一些卡扣以及零件在过的时候会有一些绊手。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把玩经验，它的有些零件在过的时候还是能找到一些轻松的方法。变形完成后，人形的高度在21.5公分左右。所以也是一款标准的配30身高的产品。确实，这个尺寸做大了以后，身上的零件可以做得更加的细致一些。再加上尺寸大了，变形的板件变厚了，在结构方面也会显得更结实一些。头雕可以说是这款产品里边非常棒的一个点了。其实现在很多第三方可变形的玩具里边，能把这神韵拿捏到位的很少很少，基本上也都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那这一回 TMT 的这款大黄蜂头雕做的可以说相当带感啦，又漂亮，细节又多，最关键是炯炯有神的这2个眼睛。眼睛里边并没有发光的组件，但这个透明蓝的通透感相当的好，再加上底层做了一些细节的勾勒刻画之后，让这个瞳孔非常的有神，就像是电影 CG 里边瞳孔里的零件都在一动一动的感觉，包括奶嘴的一种味道，还有鼻梁上一个非常纤细的黄色点缀刻画。可以说这款头雕是相当好评的，同时它也能切换战斗形态，整体的掀开，里边 Z 字折叠，拉出透明的面具，再盖上贴合，造型也很棒，而且有一些渗线的处理和做旧的效果，再加上眼睛的这个透明零件做的通透感也是相当不错的。仔细看还能通过这一块的眼罩看到里边的蓝色瞳孔，哇，这个非常的漂亮。脖领处做了纹理，而且涂装效果做旧的感觉也很漂亮。肩膀里边的一些内构以及肩胛的细节，缩胸之后，整体的腰腹部以及这些自洗出来的感觉，涂漆效果也是相当带味儿的。我其实非常喜欢这条小腿的设计，全部都是用真实零件变形出来的，同时还能把内构以及这一面镂空处理出来的零件效果展现得这么的好。其实设计师做到这一步的收纳位置以及脚和后轮子的一个转换空间，这个概念已经相当的强了，很厉害很厉害。而且这条腿处理完了一点都不累赘啊，圆滚滚的，甚至腿肚子的肌肉感都能展现出来。腋下这里因为做了车盖子的三角区域包裹，所以完全不会露怯，一点贯通光都没有。再把车顶子全部团在了身体的空间里边，利用率太牛逼了。背后的造型零件细节涂装也相当的漂亮。小臂做到了真实的臂刃隐藏，打开这一片，折开中间，里边的刃 Z 字折叠拉出来，甚至仔细看这些巨牙都是咬在一起的。
臂刃上也有漂亮的涂装。另外一只胳膊就可以装臂炮了。安装前，先把前3指打平，大拇指延展开，掏进去里边的沟槽，让这个钩子挂在掌心。后边的扣子扣在小臂的缝隙上，大拇指折上来，再包在这里，还原电影里边的一个造型。炮口位置内置了灯光效果，用锤头吸一下，蓝色成亮，再吸一下，呼吸灯。第3档关闭。用锤子敲炮口启动，这个感觉还挺蠢萌的，就有一种坏了的电视机拍一下就修好的味道。来看关节，头部点头抬头360度的旋转，它不是球形关节，根部这里有独立的旋转轴。肩膀平举180度，这里是齿轮关节。前后旋转，因为会被后边轮子造型干涉到，所以只能举到180。变形需要这一块可以转，但是肩胛这个地方就分离开了，不好看。所以在摆可动的时候，尽量从这个地方来旋转胳膊。二头肌可以折到90度，这里也是悦耳的齿轮关节。手腕球形关节活动范围很大，大拇指的根部是个球形，全指可动手。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根部这里是一个锚点锁，并不是穿轴进去的。这种活扣子其实挺不靠谱的。第一个太细了，容易断；第二个拇指容易掉。这个也是在变车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逆变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提示一下。侧抬腿2尺，差不多在60度左右吧。造型的干涉不能举到180。前踢可以踢到非常高，后踢也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胯部这个齿轮关节让我特别的解压。好听吗？好听就是好棘轮，这声太爽了。这齿轮关节嘎嘣嘎嘣的，这才有劲儿了。而且没什么虚位，大腿根部左右有一点旋转的范围，膝盖也是齿轮关节，可以折到90度。脚踝左右接地的幅度挺大的，撩开这一块装甲，前后因为变形的需要也有很大的活动范围。脚尖也有独立的旋转关节，但唯一可惜的是这一款因为变形结构导致它最后腰部全部锁死，是无法进行左右转腰的，也没有弯腰关节，所以腰部可动是这一款的硬伤了。但总的来说，扎实的用料和非常巧妙的变形设计，让这款大黄蜂整体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高的还原度以及很有诚意的做旧涂装细节，即使把这款产品放在你的30产品线里边，和外传的擎天柱摆在一起，也是毫无违和的。全身关节大部分使用了悦耳的棘轮来处理，增加了稳定性，以及有特殊需求的玩家们会感到特别的解压，比如说像我。但可惜的是，服务了一个非常棒的变形结构，导致了腰腹部这一块完全锁死，并没有可动。取而代之的是背包大车壳子完美收纳进胸部里边，以及小腿的真零件完全变形。更多的空间让设计师的脑洞有更大的发挥余地，更厚的板件材质也让这款玩具把玩起来更加放心了一些。虽然我对大黄蜂这个角色已经非常讨厌了，但是面对这么好玩的一个变形结构以及最终处理完2个形态这么棒的一个高还原度来说，这款产品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款大黄蜂你们会给几分呢？那么得嘞，今天咱们这款样品就先玩到这儿吧，毕竟在大货的时候还要修改一些细节，省大货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逆变吧。那么得嘞，今天咱们这款就玩到这儿吧。